法国的左翼势力啊，确实是在没落。那么，法国社会当中呢，现在这种对亲马克思主义的势力的不满，最近是尤其明显。但是呢，世界各国媒体基本上都在回避报道这件事。这件事情其实蛮重要。就今年4月21号，法国有一家知名媒体叫做《当代价值》，法文是 Value Actuelle。这个周刊呢，刊登了法国3军和外籍军团的20名退伍将军、1000多各级的官兵联署的一个声明。那么，然后更重要的是5月10号，这家周刊再度刊登法军的一线官兵警告法国总统 Macron 的一个声明。这个声明的签署人就很多了。有20多万法国的军人联署，那法军一共总人数是27万，就是说27万的法军人官兵，20万人参与这封信的这个声明的联署。那法国军方为什么干预政治？因为现在距下一届法国总统大选只剩1年了。那么法国因为移民啊、恐怖袭击啊、郊区骚乱等等问题，社会安全方面很糟糕。那么从4月下旬到5月上旬，法国各地连续发生了这个袭击警官的等暴力事件，而嫌犯呢明显是受伊斯兰恐极端主义的蛊惑。那法国现在是有650万移民，这移民占总人口10%，其中240万人是加入法国国籍的，相当大一部分呢是来自北非的阿拉伯移民。其中很多人是居住在巴黎的北郊，就是一个叫桑当南的一个地区，还有一个就是靠近巴黎市的一个叫勒巴鲁瓦贝莱这个区。那么在这个地区啊，警察都很少进去，完全变成了小阿拉伯社会。那么对穆斯林恐怖分子是十分袒护的。那么法国民众对法国现在这个总统马克龙在安全领域的不作为是非常不满，所以这次军方的声明指出，法国正处于暴力案件频发的内乱局面，所以法国军人的大多数通过这个声明呼吁，法国各界要奋起，而避免成为一个这个失败国家。这个法文是 état failli。那么这种看法是得到法国各界认同的。法国网民我看到有留言说是要支持军队捍卫价值观，还有法国一些在野党议员也说是这两次声明，就军方的2个声明内容完全正确，当局应该有所表示。那马克龙这个总统呢是大发雷霆，说起草声明的军人发表了极右翼言论，旨在分裂国家，是政治大阴谋。但是5月5号。巴黎的地方检察官驳回了法国国会的左翼党团首脑叫做梅朗雄，他对第一次声明联署者起诉说他们是叛乱，但梅朗雄的这个起诉被检察官驳回。你在法国媒体上呢，这个对检察官的这个判决，这个就驳回这个起诉呢，是一片赞誉。那马克龙马上就要面临2022年总统大选，他的劲敌就是现在被称为极右翼党的叫做国民阵线，那个主席呢是勒邦。那么马克龙以前2017年当选的时候，法国的左翼政党就已经大败了。那么除了法国共产党早已溃败以外，连法国比较温和一些的这个社会党，也从过去在国会中占到277席减少到只有40几席了。那马克龙当时2017年是代表中间势力当选的，那么比他再右一点的叫做共和党和民主独立联盟，这2个政党呢组成一个中右联盟，一共只获得126席，那比他们这两个政党选前的席位少100席。那时候看起来啊，法国的民众还是希望有个中间势力当政，但现在啊，好像马克龙代表的这股中间势力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那虽然说马克龙是中间势力，但他政策上仍然延续以前偏左的法国当局的基本方向，他不敢得罪穆斯林。那么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法国实际上是号称欧洲的镜子。不仅仅是因为法国是新马克思主义的摇篮之一，另外一个摇篮是德国。
那么还因为说法国和德国是主导欧盟基本方向的两大支柱。那么现在看来啊，法国社会好像正在向右转，以至于连标榜自己是中间势力的这个马克龙也大受冲击。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法国曾经是欧洲左翼势力的大本营，而法国共产党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法国左派最大的政党，甚至一度成为全国第一大党。那么以后是一路下滑，到了2010年。大批的法共党员和干部纷纷退党，年轻党员越来越少，这个党已经不可救药了。他的民选代表人数也大大缩水，2010年的时候只有2004年的1/3。那么要回过头去看的话，上个世纪50年代法国社会当中，共产党曾经大行其道，巴黎也赢得了欧洲左派之都这样一个美名。那么今天主持人提出来这个法国共产党的没落问题，正好给我们一个机会来观察一下，就什么是法国的左翼势力，它为什么衰落？那要了解这一点，必须先说明一下，就是法共的衰落由来已久，但是新老版本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法国一直根深蒂固，所以法共的衰落并不代表法国人就完全抛弃马克思主义。那法共可以说呢是老版马克思主义的坚持者，长期追随苏联，目标是消灭资本主义，建设共产主义。那么这个目标呢，随着苏联阵营的解体，早就变成镜花水月了，法共自己也混不下去了。那么1990年12月，苏联解体之前，法共开过一次第27次代表大会。这个代表大会认为说是资本主义在东欧国家复辟。法共呢不能走社会民主党的道路，要坚持共产党的名称和社会主义目标不变。然后呢，接着就是苏联阵营解体了，苏联不见，那法共就受到严重的冲击，但是他仍然坚持共产党名称和社会主义奋斗目标。到1996年，法共第29次代表大会宣布说，他放弃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的提法。要改称叫做新共产主义，主张实行共产主义变革，结果社会上呢已经没有人感兴趣了。那但是在法国，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还有2个来源，一个是所谓的新马克思主义，像在法国很有名一些这个思想家，像萨特、德里达、福柯，这些人都是为新马克思主义的泛滥出过力的。那另外一个来源，可能很多台湾的观众朋友们不知道，法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还有一个来源是毛泽东主义，就是中共的影响。这2个来源对法国社会的影响，不受苏联阵营解体的这个冲击，现在仍然在文化界、知识界非常活跃。这一点和美国的情形非常相似。法国那个新马克思主义啊，是在法国土生土长的。就是一些原来相信斯大林模式的马克思主义者，比方讲萨特，他原来是法共党员，因为苏联自己都在批判斯大林，他觉得自己继续和莫斯科派的这个法共混很丢脸，所以就和法共分道扬镳了。那么这些知识分子改而发展一些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延伸包装好的，叫做新马克思主义，又称后现代理论。那骨子里还是鼓吹社会对立，反对资本主义，追求社会主义等等。那么回过头来讲，法国的毛泽东主义，那是受大陆的文革的影响。一批比较年轻的大学生是模仿中共的文革，1968年5月在巴黎造反，号称法国的5月风暴。那是一场大规模的学生罢课、工人罢工的社会运动。那么导演5月风暴的左派学生反对资本主义，反对法国共产党的议会斗争路线，对苏联的模式感到失望，转而向西方这个刚兴起的新马克思主义还有毛泽东主义去寻求答案真理。他们认为说，当时传统用请愿、谈判等斗争手段已经过时，不能起任何作用，现在需要采取革命行动，要不断向统治者挑衅，让统治者不得不诉诸暴力镇压，这样就暴露统治者凶恶的本质，从而使广大人民群众觉醒，
然后再挑衅、再镇压、再觉醒，一浪接一浪，一浪高过一浪，可以把这个左派的运动推向高潮。那个时候，巴黎的大学校园和街头上出现了很多身穿绿色中共军装、头戴绿军帽、佩戴毛泽东像章的法国青年学生，他们打扮得像中共的红卫兵。那么当时巴黎有30多所大学，就是这个中心地点的索邦的这个塞纳河这个左岸的索邦那一带的大学区，就又号称拉丁区。那有30多所大学被学生占领。那么游行示威者是举着马克思、毛泽东还有这个古巴那个格瓦拉的画像，甚至还打这样的标语，叫做"沿着毛泽东指引的道路前进，再创一个巴黎公社"这样的标语。当时呢，法国共产党没有参与这件事儿，因为这批学生啊是毛派、毛泽东派，而法共是莫斯科派。而当时是北京和莫斯科势不两立，所以法共不支持毛派的五月风暴。那么当时毛派活跃分子当中，原来有一些人因为喜欢马克思主义，是专门去学俄文的。那么五月风暴以后呢，为了读毛主席语录，他们有些人就改学中文了。五月风暴本来就是左派人士在找机会、找借口发泄情绪，他并没有严密的组织、纲领或者计划。所以很快这个运动就被瓦解掉。那么这次就是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造成了法国左派内部严重的分裂，法共的影响力因此就急剧下降。而同时，新马克思主义和毛派、毛泽东派逐渐扩大影响。那么同时，五月风暴呢，也激发了戴高乐当时那个总统为首的法国右翼力量的大团结，所以后来法共就逐渐垮下来了。但是新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主义在法国却兴盛起来，支配了整个法国和欧洲的教育界和文化界。那法国现在的高等院校里有大批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师和学生，有一些大学校长也都是这种人。那法共垮下来还有一个社会原因，就是法共按照马克思的这个原教旨主义，是坚信要发动工人阶级来推翻资本主义。那么1962年的时候，法国的产业工人占总人口大概40%，那个时候法共还能煽动他们。那以后呢，产业工人逐渐减少，1989年只剩下3%了，今天已经只剩2%了。所以法共的这个支持者群体是越来越小。而且很多工人也不再支持他们了，改去支持社会党了。那马克思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里曾经预测说，资本主义的发展会带来社会的两极分化，工人阶级数量会日益庞大。这个预言明显违背历史事实，所以这是马克思主义害了法共。那左派呢，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受各种马克思主义的熏陶，所以都喜欢激进幼稚的乌托邦。从追求社会主义到追求大一统欧洲，再到追求世界大同、绿色能源等等，它是一向如此的。但是，一旦这些乌托邦被转变成社会政策，最终却是苦果。这就为什么法国现在出现了批判中间派当局的声音。这表明啊，新老马克思主义思潮长期影响的法国这个社会啊，开始厌恶这种思潮塑造出来的社会政策。那么集中反映就是在法国现在这个社会安全问题上。那前几年法国有一家这个《世界报》，就很大的一家报纸，曾经发表过一篇社论，叫做《为什么知识分子辩论偏向右翼》。《世界报》这篇社论认为啊，从前法国的知识分子呢都是左倾的，那么今天法国知识分子当中存在着文化上的悲观主义和防御心理。那英国思想史专家安德森是评论说今天的法国已经由昔日的欧洲左派之都变成了保守之都。然而，法国人什么时候才能从价值观上批评自己，还有他的父辈所追求的各种版本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就不知道了。那应该是一个长期而痛苦、反复的过程，就有点像吸毒上瘾的人要戒毒，但是很难的。